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？那些把房子给了子女的老人，晚年过得并不比没给的好。那些掏空积蓄帮儿女买车买房的父母，到最后往往是最没有尊严的那一批人。很多人说这是子女不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答案太浅了。真正的问题不在子女，在于那位老人亲手把自己最后的底气拱手相让。今天我要跟你讲3张底牌的事，哪怕你子女再孝顺，这3张牌你也绝不能交出去。交错一张，你的晚年就不是安享，而是受苦。但我先不告诉你是哪3张，你先跟着我的思路往下走。很多人以为亲情就是毫无保留，父母对子女应该倾尽所有。你以为付出的越多，换回来的就越多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，把一辈子攒下来的东西全部交出去，以为从此高枕无忧。结果呢，换来的不是子女的感激，而是一种微妙的轻视。你说这是子女的错吗？我说不全是，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这是规律。就像易经里讲的物极必反，阴阳互根。你把自己掏空了，你就失去了阴阳之间那个必要的张力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几千年人性运转的规律。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做择天干卦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决断，就是分离，就是到了某个临界点必须斩断的意思。这一卦上面是兑，兑为泽，下面是乾，乾为天。水在天上，迟早要降落。这一卦告诉我们，任何事情积累到极致，都会有一个决裂的时刻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。你给的太满，关系就失去了呼吸的空间，就像一个杯子，你把水倒得太满，再加一滴就溢出来。哪一卦的智慧不是叫你防着孩子，而是叫你懂得留有余地，余地就是你的底牌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话人人会说，但很少有人理解后面还有半句，这个庆是积出来的，不是散出来的。我常说，人到晚年，真正的安全感来自3样东西：第一是资产的控制权，第二是身体的自主权，第三是自己的社交圈子。缺了任何一样，你的晚年就像3条腿的凳子，少了一条，坐下去迟早要摔。我们一样一样来讲。先说第1张底牌，资产的控制权。注意，我说的是控制权，不是你名义上有多少钱。很多父母有一种心理，觉得反正钱迟早都是孩子的，不如早点给，落个好名声，还能少交税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想法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，是一个致命的误判。你手里有钱，你在子女眼中是什么？是定海神针，是那个无论风浪多大，只要回头看一眼就觉得心里踏实的后盾。但你一旦把底子交出去，你是什么？在生存成本越来越高的现实压力下，你可能会慢慢变成他们生活里的一个变量，甚至是一个负担。这话不好听，但你要往深处想。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。宋朝有一位叫做赵普的宰相，此人出身寒微，凭半部《论语》辅佐太祖赵匡胤定天下。赵普一辈子深谙一个道理，就是手里要留筹码。他辞官之后，从不让自己的资产彻底流入外部，始终保留对家族核心财产的掌控。所以他虽然三起三落，但每一次失势之后依然能够东山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没有打光自己的底牌。你看，能在政治风浪里全身而退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把自己榨干了的人。我认识一位老李，做了一辈子工程，手里有2套房，积蓄也不少。
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他把其中一套过户了，后来儿媳妇生孩子，又把大半积蓄给了出去，说是帮他们垫付教育基金。老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，心里美得很。结果没过2年，儿子那边房贷压力大，两口子闹矛盾，脾气都不好，对老李说话的口气就变了。老李有一次生病住院，儿子来了，但你能感觉到那种不情愿。老李跟我说：曾老师，我不明白，我给了他那么多，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说老李，你把底牌全交出去了，你现在在他眼里不是资产，是成本。这是五行里木克土的道理。木是子女，土是父母，木太旺，土就受克。你给的太多，把木养得太盛，反而压住了自己。命理上讲，一个人晚年的格局看的是印星是否有根，印就是依靠，就是安全感的来源。印无根，则晚年飘零。很多老人的晚年困局，不是八字里天生注定，而是后天把自己的印根一点一点亲手拔掉了。所以我说，守住资产控制权不是自私，是给自己留印根，也是给亲情留一份必要的敬畏感。你手里有这张票，你在家庭里才有真实的发言权。你没了这张票，你就只能举手表决别人的提案。千万不要活成子女家里的客人，你要永远是这个家的主人之一。第二张底牌是你身体的自主权与神秘感，这一点非常隐秘，但也非常致命。人性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本能，我们会本能的依附强者，也会本能的疏远弱者。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这是写在骨子里的生存法则。如果你一上了年纪，就天天在子女面前抱怨病痛，把所有的虚弱和负面情绪毫无保留地倒出来，你是在向他们释放一个什么信号？你是在告诉他们，你已经成了需要被他们处理的麻烦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：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。老子说，懂得弯曲的东西才能保全自身。你身体不舒服是客观事实，但怎么表达，表达多少，这里面的分寸感就是你的智慧。你自己先去医院把情况搞清楚，回来轻描淡写说一句小问题，已经处理好了。这比天天哼哼唧唧让子女请假陪你去检查效果要强10000倍。当你在他们眼中依然是一个独立清醒、能自理，偶尔还能给他们出主意的人，他们对你的照顾是发自内心的尊重。但当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只会依赖浑身负能量的存在，你再看看他们的态度，慢慢就会变成一种例行公事，甚至是带着不耐烦的敷衍。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的案例。汉朝有一位奇女子叫做班昭，她丈夫早逝，独自把家撑起来，还替兄长班固续写《汉书》，完成了那部彪炳千古的史学巨著。班昭晚年体弱，但她从不在子女面前表现出衰退之气，依然讲学著书，被皇后请入宫中教导后妃。她的几个子女对她的敬重一直延续到她离世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保留了一个独立个体的尊严和神秘感。她让子女看到的永远是一个有价值、有气场的母亲，而不是一个需要被搀扶的包袱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的气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。镜堂开阔、眼神有光的老人，往往能聚住家里的人气，而那种目光涣散、眉间充满抱怨之气的老人，旁人靠近之后会莫名感到压抑，久而久之，连至亲也会下意识地保持距离。这不是面相决定命运，
而是你长期的心态和气场会真实的影响你与外界的关系格局。尊重是迎来的，不是求来的。你越是能独立处理好自己的事，你在他们心里的分量就越重。第3张底牌是你的外部社交圈，这是最隐秘的一张，但也是最救命的一张。什么叫外部社交圈？就是你除了家庭之外，拥有一片子女既无法触及也无法理解的自留地。很多老人一退休，世界立刻就缩小了，缩小到自家的客厅和厨房，眼睛一睁，等孩子下班，眼睛一闭，想明天孙子吃什么。我告诉你，一旦你的世界只剩子女，你对他们来说就彻底透明了。透明的人是没有张力的，没有张力的关系是缺乏敬重的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做封地观卦。观是什么意思？观就是观察，就是保持距离，审时度势的意思。这一卦上面是巽，巽为风，下面是坤，坤为地，风行大地之上，看得见全局，却又不执着于某一处。这告诉我们，人在关系里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，不要把自己钉死在一个位置上。你有自己的圈子，你就有了随时可以流动的能力。你能流动，你就有了选择权。有了选择权，你在这段关系里的地位就自然不一样了。我认识一位老王，做了一辈子教师，退休之后没有立刻缩进家里，他找了几个老同事，组了一个书法兴趣群，每周3聚，还和几个老朋友定期出去走走，3、5个月就来一次短途旅行。老王的儿子曾经跟我说，爸爸不像别的老人，他有自己的事情做，有自己的朋友。我们有时候想着周末回去看他，他还不一定在机。你说这个儿子对老王是什么态度？是打心里的尊重，甚至有一点点佩服。老王从来不用催孩子回家，孩子反而主动常回来，因为回来不是出于义务，而是出于想念。从命理上讲，10伤星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表达欲和社交能量。10伤有根流通顺畅的人，往往晚年人缘好，子女缘也好。而那些把自己关起来拒绝社交的老人，10伤郁结，能量无处流动，久而久之，不仅身体会出问题，家庭关系也会慢慢窒息。所以建立外部社交圈不是逃避家庭，恰恰是在为家庭关系注入新鲜的空气。反过来看，那些把3张底牌全部交出去的老人，最后都活成了什么样子？没有钱，开口就要看脸色；身体艺术问题就成了家里最沉重的话题；没有朋友，整个精神世界全压在子女身上，子女压力越来越大，双方关系越来越紧绷，最后不是子女薄情，是这段关系被过度的依赖压垮了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但那个余庆是建立在双方都有尊严的基础上的。你把尊严先丢了，再浓的亲情也留不住。那么具体怎么做？我给你几条可以落地的建议。第一，从现在开始，整理并梳理你名下的资产，不管是房产还是存款，都要搞清楚哪些是你的核心底气，暂时不要轻易过户或转移。你可以帮孩子，但帮的方式要留有余地，不要一次性全部交出。你可以立遗嘱，可以做家族信托规划，但在你完全失去治理能力之前，控制权要在你手里。第二，养成独立管理自己健康的习惯，定期体检，有问题自己先去搞清楚，不要动不动就叫孩子陪。学会用手机预约挂号，学会自己处理一些小病小痛。你在健康管理上越独立，你在家人眼里就越有分量。同时控制在子女面前抱怨身体的频率，不是要你忍着，而是要你选择表达的时机和分寸。
第三，退休之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帮孩子带孩子，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交坐标，老同学、老同事、兴趣小组、社区活动，哪怕只是固定的晨练伙伴都可以。你要让自己的日历上有一些子女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的安排。这种神秘感和独立性是你晚年最宝贵的软实力。第四，学一门新东西，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，是为了让自己保持生长的感觉。论语说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这个悦是打心底里来的那种喜悦。一个还在持续学习的老人和一个彻底停下来的老人，气场完全不同。前者眼睛里有光，后者眼睛里只有等待。子女愿意亲近的，永远是那个眼睛里有光的父母。第五，给自己设一条底线，就是绝不把孩子的生活当成自己唯一的精神来源。他们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压力，有自己的人生要过。你对他们的爱要用在恰当的地方，而不是用年复来表达你爱他们。就要让自己首先站得稳，你站得稳，你的爱才有分量。你先倒下了，你的爱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滩扶不上墙的泥。易经契辞说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句话不只是年轻人的励志口号，他说的是一个永恒的规律。天永远在运转，不因为岁数大了就停。一个人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要保持自己的运转，保持自己的气场，保持自己在关系里的独立重量。命由心造，服自己。求你今天守住了这3张底牌，你就是在给自己的晚年积德，不是积给别人看的德，是积在你自己心里的底气。你有底气，你就有尊严。你有尊严，你和子女的关系才能在一个健康的土壤里生长，才能开出真正长久的花。今天这番话你要是听进去了，照着做3年5年，再来看你的晚年，你一定是那个活得清醒、活得体面、活得被人真心珍重的老人。要是听不进去，那也没办法，个人有个人的缘分。但我希望你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，把这3张牌紧紧握在手里，不要等到手里空了才想起来今天这番话。愿各位从今天起，守住控制权，管好自主权，建好自己的圈子。相信我，只要你用心去做，你的晚年一定是你配得上的那种好。